有一次我在辽国，我被警察抓了，这个其实很特别嘛，没有其他的国家真的有这个是出汗之后觉得哇，这里真的很热，但是基本上台湾的安全也千里迢迢从海外来的，最发展的、最好的那个科技，但是我真的去了40个国家，这个是真的。那为什么我就在台湾？它的来龙去脉，好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你要订阅哦，就在这里哦，就按一下就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打风打个大。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去了40个国家，那我怎么选台湾？那这个哈，当然这个故事有一点运气、天分啊这样，但是我先跟你讲一下我家人的背景，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啊，这个在这方面要说比较长一点。大家都知道，大风千里迢迢从海外来的。那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村子，那个时候可能现在有比较人口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就几千个人而已。所以小时候我们妈妈跟爸爸整个家庭他们会带我们去那个欧洲大陆旅行啊，那个时候我们会去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比利时这些国家，所以从小我就是对这个很有趣，对旅行很有趣。那19岁的时候，我是骑脚踏车去法国绕一圈，后来明年我去瑞士跟意大利骑脚踏车绕一圈，所以可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对这个探险冒险非常的兴趣。23岁那年就离开了家乡目的地是澳洲，但是就顺便到马国、马来西亚去看一下，去玩一下这样。那一下飞机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热得不得了。当然欧洲有时候很热，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夏天的时候很可能到那个40度正常的，但是那个40度是干燥的，没有像这个热带的热，像高雄、马来西亚更热。所以一下飞机就开始出汗，就觉得哇，这里真的很热。那我又发现整个地方都很热闹，人都很忙这样。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是华人城 Chinatown， 因为那边有比较多的地方可以住而且比较便宜，所以那边也有很多那个市场，传统的市场，到处都是食物这样，餐厅。我说哇，亚洲是那么热闹的一个地方，人山人海，真的是这样，大家都很忙。后来到了澳洲，在澳洲开始工作，但是还是要去旅行，所以我在澳洲西部开车一次到上面又下来，然后我爸爸他来澳洲来看我，那我们又来了，开车到那个时候哪里我忘了，就是整个澳洲的西部，那个时候真的好玩。那回去工作赚了一点钱，那我想回去那个东南亚看一下，所以买了一个飞机票。买了飞机票以后飞到泰国，那我在东南亚大概6个月都在那边流浪漂流这样我去了很多国家，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辽国缅甸等等，印尼等等，很多真的大开眼界，就去了很多国家，看过很多很神奇很有趣的事情。当然发生过一些比较危险的，有一次我在泰国，我租那个摩托车，那我在山上探险但是我跌倒了，发生车祸，那我身体那个时候很惨，我就是一个人，而且那边没有什么人，而且人很穷，他们没办法给你帮助，他们就是在那个山上，他们住那种木造，可能台湾的100年前会住的那种房子，也那边没有什么路，哇，很惨，都流血。那一个人就不得不骑回去这个城市，要几个钟头才能得到那个帮忙这样，所以那个有点危险。有一次我在辽国，我被警察抓，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抓我，但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要钱，有一些那个偏乡下的地方，他可以抓外国人他送我进去那个监狱里面，就是小小的地方。他说你要等我们将军来，他会跟你谈判，因为他会一点英文，
他来跟我谈判一下，那大概他们就是要钱，很多钱，要给他们几百块美金这样才放我走所以有发生过很有趣的东西被抢走。有一次在泰国，我的照相机钱包都被抢走，一个小偷这个麻烦，因为里面有那个我的信用卡之类的，而且那个照相机虽然没有那么贵，但是里面的照片是很多回忆，所以我飞回去澳洲以后就松了一口气，觉得哇，虽然东南亚很好玩，很有兴趣，但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地方，所以到了澳洲就觉得放松了好多了。当然那边澳洲是一个很发达很稳定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安全，觉得可以也不错。后来时间到了，我要回去英国，那我就有朋友，我在澳洲认识的朋友就在台湾，所以就顺便到台湾看一下。那台湾为什么，重点来了，为什么很多外国人喜欢台湾？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简单的说，我们西方人，外国人说外国人是指西方人，我们对亚洲文化非常非常的兴趣。我不知道，可能因为从小我们会看那种功夫的电影，李小龙之类的，但是应该是亚洲文化，我们觉得非常神秘，有个很神秘的感觉。那台湾还是保留很多传统亚洲的文化，但是台湾也许是一个很发展、稳定、安全的国家，所以你能够在台湾，你可以探险、冒险，因为这个国家允许我们这个权利你可以去爬山呢，但是你也可以去搭高铁，你有世界上最发展的、最好的那个科技，所以台湾都有。就比如说，你就在台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座城市，但是你可以下班开车到那个宜兰就是感觉你走进去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去那边冲浪，你可以去那边爬山，你可以去那边靠大自然，但是也可以就马上回去那个一个大的城市台北。那打个比方说，我住在高雄这里，我可以去好市多买各种的那个西方来的品牌食物之类的，但是我也可以今天去屏东，那你可以去屏东发现一些小村子，也可以看到那个传统原住民文化，都在1天以内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你就是感觉你就走进去另外一个世界这样。所以这个是因为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爱台湾，那我就是也希望在这个方面政府能够多发展这个旅行的行业，因为更多人如果他们发现台湾这个行业可能爆发，赚一笔钱，因为台湾真的有趣。好，另外一个，换句话说，我可以去楼下买一个50块的面包或者一个葱饼50块而已，这是在一个摊子。我也可以去那边到一个5星星的饭店大饭馆，吃个豪华的晚餐。你在台湾有很多选择，很多方便，这个其实很特别嘛，没有其他的国家真的有这些选择，那么多的选择。所以这个是因为很多人来台湾，可能来台湾是一个错误，我以前有讲过，他们就是来看一下。我前几天看另外一个外国YouTuber， 他就是来台湾看一下，跟我一样，后来过了10年他还在台湾离不开，跟我一样，可能我到现在已经在台湾5年了，但是可能又在5年再看一下，因为你真的来这里，因为很方便、很舒服、很舒适，你就想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东西那么好，虽然当然它有它的缺点我在另外一个影片有指出台湾5个缺点，但是基本上台湾不错。那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台湾，你住在台湾，你能够生活跟一群人民很客气、很礼貌的一群人，台湾人真的非常非常的礼貌，这个也是一个大的因素。你不会太被打扰，也不会遇到任何的危险。那当然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台湾很安全，也人民很客气。那你去办事情的时候，人每次很愿意会帮助你。那前几天我有一个包裹要寄到澳洲，帮我太太我们一起去，里面的员工就非常客气，他们会很耐心的解释你有什么选择，还有海运飞机那他们会很
仔细的解析他们的价钱他们的差别也要多久。这个非常特别，人很有耐心，会解释东西让你了解他们的差别或者价钱的差别在哪里。或者你去买吃的一个餐厅，你问他们你能帮我解析一下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很耐心的会跟你讲一下这个料理是什么它的来源这样。这个非常好，在英国可能他们没有那么耐心，就这样可能会这样讲。所以在这方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人民也是一个大的因素。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所谓的外国人都爱台湾。所以你把这个看完了以后，你不需要去看任何其他的那个 YouTuber 的影片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好像我说完了，这个就是这个，应该很多人会在这方面会同意。好的，你可以给我个按赞，你可以在底下分享，或者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们。好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订阅就在这里就按一下就好了。好的，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下次见拜拜。